欢迎来到这期节目。今天我们带你揭秘一场经济狂欢 ，F1 新加坡大奖赛如何让新加坡一夜吸金。想象一下，去新加坡旅行，看似普通的一晚5星级酒店，价格却从400新元飙升到了2500新元。不仅房间抢不到，餐厅爆满，机票飙升，就连景点排队都翻倍。那么，这究竟是怎样一股经济风暴，能让这座城市在短短几天内疯狂吸金呢？其实，这一切的谜底都和 F1 新加坡大奖赛息息相关。作为亚洲第一个 F1 夜间赛，新加坡成为了全球目光的焦点，每年吸引超过25万到27万现场观众，其中超过40%的人是国际游客。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，这场赛事究竟是如何在15年间带动超过20亿新元的经济收益？是门票收入、酒店，还是餐饮、航班？其实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。所以，不只是这些看得见的收入 ，F1 背后还有多少经济学秘密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第一章，最直观的收入，门票收入与游客经济。说到收入发动机，门票和国际游客收入无疑排在第一位。每年来看，新加坡 F1 的人流量相当于新加坡总人口的1半。根据新加坡旅游局的统计，自2008年新加坡 F1 首秀以来，这场赛事已经累计吸引了超过55万名国际游客，带来了高达20亿新元的收入，而其中每年仅门票收入就高达1亿新元左右。再来看最近的一个数据，2022年新加坡旅游业因疫情封锁几近停摆，但疫情后来宾人数恢复后，光是 F1 大奖赛一场赛事就直接带来了近30万名入境游客。同年 F1 周期间，西航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90%，旅游景点收入加速反弹约60%。你们以为光靠门票没意义？而 F1 现场的座位经济更是令人惊叹，比如通过新加坡大奖赛独有的饭票加高端赛票服务计划，高端观众选择在 VIP 包厢、滨海湾金沙高层餐厅和酒吧里观赛，一张座票价格直接飙升至1200新元，甚至2000新元。这些座位供不应求，去年整个年度提前2个月就被抢光。除了票和游客收入，赛事带动的城市景点消费也让人啧啧称奇，像环球影城、滨海湾花园这些新加坡经典旅游目的地，赛季期间人流量是平日的1.5到2倍，有些精英游客甚至直接包场。真正让人大开眼界的是酒店行业在这个赛季的业绩狂欢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住一晚直通 F1 赛道的酒店要多少钱。第二章，酒店业的黄金周，价格飙升3倍，依然一房难求。说到酒店，你知道新加坡在 F1 期间的房价平均能增长多少吗？3个字，翻3倍。真不是夸张的数据，让我们看几个真实的例子。平日卖300-400新元的普通酒店 ，F1 这一周每晚飙升到1700新元，甚至2500新元，堪称史诗级涨幅。如果你想选个全景赛道套房，像滨海湾金沙的豪华房，价格最高涨幅能超过400%，一晚价格破8300新元。最新数据显示，整个新加坡在 F1 周期间入住率稳定保持在95%以上，也就是说，就算房价再高，你都很难订到房。更离谱的是，对于大佬级别的人群，我们还有一种顶奢酒店套餐，比如史丹福瑞士酒店的每晚28000新元的总统套房，不仅能俯瞰全赛道，还提供私人大厨料理。这种价格之下，依然一房难求，住上的人绝对是拉动新加坡 GDP 的大功臣。当然，不只是酒店价格大涨，和住宿有关的行业也在飞速扩张，比如通过 Airbnb， 普通民宿在赛季期间价格也上浮起100%到200%，直接带动中低端市场的繁荣。而这些还只是表面现象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除游客之外，当地居民、MICE 会展和企业合作带动的产业如何形成一个完整生态闭环。第三章，多行业渗透的辐射效应，消费狂欢成全民节日。F1 赛事期间，新加坡的经济狂欢可不仅仅是游客的事情，对本地居民来说，这更是一场全民的消费嘉年华。比如酒店和门票太贵，但餐饮、娱乐产业却成为了居民的热选。据统计，每年的 F1 赛季，有71.6%新加坡居民会选择在周末的赛期外出消费，人均当周花费在70新元左右。这累计起来，新加坡本地居民在 F1 期间的餐饮娱乐消费将超过4.19亿新元。你可以看到，新加坡的大排档、酒吧、小酒馆在赛季期间进入了接近全运转状态，有些餐厅甚至必须提前2周预约。此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附带福利 ，F1 的超级品牌效应，直接推动了会展行业的年度暴增。很多国际商务展会都与 F1 赛事绑定同期进行，比如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和 Tokyo 2049这样的科技、金融行业交流盛会。通过这些高端活动，新加坡在赛季期间与全球精英网络深度连接，不仅吸引消费，也带来了未来投资机会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发现 F1 大奖赛远远不只是一个体育赛事，它更是一块撬动新加坡城市经济全盘升级的黄金杠杆。那么，这场赛事的经济价值如何进一步转化成
品牌价值呢？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最后一部分，第4章无形资产的强大力量 ，F1 如何定义新加坡的全球品牌形象？这场赛事带来的影响不止在餐饮、房价和门票收入上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为整个城市打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品牌符号。F1 的新加坡站被誉为全球最独特的夜间大奖赛，灯光璀璨的赛道、现代化的天际线和滨海湾美景，几乎所有国际报道中都会提到一点，这是新加坡对全球游客的名片。全球数千家媒体的赛事转播，让新加坡的美景和赛事同时走进了数亿观众的视野。此外，这场赛事还成为后疫情时代的象征性节日，被视为新加坡强势经济复苏的信号。在世界对旅行依然充满不确定的时期，F1 大奖赛成为我们回来了的最强证明。所以说，20亿新元的数字固然令人吸引，但更重要的是这场赛事赋予这座城市的壮丽名片。新加坡不仅是亚洲东南的一座小城，它是一台世界级的经济发动机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关于 F1 与新加坡经济盛宴的解析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还没感受到 F1 的魅力，那绝对该考虑下一次到比赛期间亲身走一遭。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更多关于新加坡的故事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